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姐。今天咱们来聊聊自1月18日以来，在华人社区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一个非常热议的案件，就是谷歌华裔工程师杀妻案。案发已过去几天了，有关案件的最新消息以及更多的细节被曝光。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该案件的来龙去脉。根据法庭记录显示，2024年1月16日，加州当地时间周二上午的10点30分，Santa Clara 警局接到了911的报警电话，说是在 Valleyville 714号可能有异常情况。报案人是这一家的好友。上午10点55分，警察到达，隔着窗户看见房间里有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跪在地上，双手高举在空中，两眼茫然地盯着房间的一个角落，那儿似乎躺着一个人。警察破门而入，那名男子依旧呆若木鸡。警察发现他右手肿胀得非常厉害，呈现出紫色，手背、手腕和小臂都有淤青和划痕。他的衣服、腿、胳膊和手上全都有血迹。房间的地板、墙壁和门上全都溅满了血，整个房间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，而这些血都来自于倒在地上的那一位女性。她的面部和头部血肉模糊，已没有了呼吸。法医确认了死者的身份，她是这所房子的女主人，叫于宣一，27岁。现场男子是她丈夫，叫陈立人，也是27岁。据当地中文媒体报道，两人均来自中国。警方在法庭记录中表示，27岁的陈立人涉嫌在位于 Santa Clara Valleyville 的家中多次殴打妻子头部，导致她死亡。尽管他妻子的名字在文件中被删除，但从财产记录得知，陈立人的妻子名叫于宣一，夫妻二人在 Valleyville 714号拥有一处房产。根据陈立人的领英资料显示，他是谷歌的软件工程师，负责 YouTube Shorts 的推荐算法。另外一份领英资料显示，他的妻子于宣一也是一位谷歌的软件工程师，此前还曾在亚马逊工作。目前，陈立人正在医院等待法庭的审理，检察官也证实嫌疑人就是谷歌的员工。检方已对他提出了蓄意谋杀和攻击的罪名。1月16日，在案发现场，当陈立人被问及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手的时候，他对急救人员说的是，我打了我妻子一拳。他随后表示，这个殴打是发生在前一天。此案也引起了中国网友们的关注。根据中国媒体红星新闻报道，有自称是陈立人同事的知情人士表示，涉案两个人并没有像网传一般被谷歌裁员，他们两人都是有工作的。夫妻二人还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他们去滑雪、攀岩等旅行和运动的照片。事发之后，多位成都七中，也就是陈立人的母校毕业生，向红星新闻的记者证实，陈立人确实是曾该校的学生，今年27岁。他考入到清华大学之后，还曾以学霸身份接受过媒体的采访，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。据描述，陈立人戴着眼镜，有斯文的外表，身高1.9米，平时有运动和健身的习惯。他从高中到大学都是排球队的队员，同学们说他人还挺好的，喜欢运动和旅行。案发后，他们高中班级群里面的同学们都十分震惊。有人说他本人平时话不多，也不算内向，对人彬彬有礼，有点无聊，但为人比较靠谱。而据了解，陈立人曾经在成都七中也交往过一个女友，
两个人还一起考进了清华大学。而这位前女友表示，两人交往期间，陈立人从来没有过动手打人的举动。根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，案发后，陈立人的父母第一时间赶到了美国，并出现在硅谷当地法庭，还请了3个资深的律师为其儿子辩护。其中一名律师叫 Wesley， 他是犹太人，特别擅长处理家庭暴力事件，在美国业内知名度很高，收费更是不菲。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有人披露，陈立人的父亲其实是中国西南空管局的副局长陈福。有最新消息称，陈立人目前还在医院。副检察官加德伯格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，由于隐私权的规定，他无法就陈立人为什么还在医院中发表评论。在1月16日案发后，陈立人先被送往医院检查，后又被转入监狱看押。原本应该在1月18日 Santa Clara 县高等法院第一次开庭听证，但不知何缘故被延期至1月22日，后又被延期至1月24日，后陈立人的代理律师又要求延期至1月26日。这已经是第4次推迟庭审了，但在26日，陈立人依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。有传言说，男方律师为陈立人出主意，帮助他又回到了医院，躲过了这4次出庭，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做充分的辩护准备。而检方和律师都不能给出延期庭审的具体原因。这场备受瞩目的庭审一拖再拖，下一次庭审的时间被定为2月5日下午1点半。根据加州法律，被起诉14天之内必须上庭，也就是说2月5日陈立人必须出庭。从网上信息得知，女方于宣一来自吉林省松原市，而男方陈立人来自四川成都。成都男人可是出了名的耙耳朵，就是在家比较听妻子的，妻子在家比较有权威。那如何让一个成都的老实男人杀妻呢？也许从下面网友扒出的陈立人在2024年1月3日，就是在杀妻前2周，在美国华人论坛里发的一个帖子。从这个帖子大概能看出一些端倪。男的在帖子上说，和老婆吵架，我打了老婆1巴掌，老婆打了911，没有想到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了。和老婆结婚多年，有2个 toddler， 就是2只宠物猫。过去几年感情起起落落，他暴脾气，我冷处理，经常吵架到提离婚，但从未走出实质的那一步。以前吵架时，他会对我动手，扇我巴掌，多次之后，我也开始还手。我脑补了一下，一个清华的女生多次扇自己丈夫巴掌，这个做人，这个教养，难以想象这是发生在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上。一声叹息，各位。之后，陈立人又发了一个帖子，他在帖子上说，我老婆不知道我会被 arrest 和被 charge， 换工作的背景调查也能查到这个 record 吗？会有负面影响吗？最后他又更新了一下帖子说，问了几个律师，收费在$2500到$8000之间，感觉这个 range 有点大。有个感觉更有经验的律师要$8000，合理吗？这个帖子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上个帖子男主提到他打了老婆1巴掌，然后老婆打了911报警了。他老婆当初不知道叫来警察是会把男主抓起来的。事后男主很担心有被抓记录这件事，于是开始留意要找律师。
看怎么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被抓记录不但会严重影响到男主今后换工作，还会牵涉到他在申请的绿卡以及将来入籍等身份问题，因为这些都会有严格的背景调查，而男方至今还只是持工作签证。凶案发生后不久，网上出现了一个据说是清华校友也是谷歌员工的爆料帖，里面提到案发前3个星期，女方已正式提出了离婚，还曝光了双方的离婚细节，不知道真假哦。女方要求离婚时分割在事发地的这栋位于硅谷路的房子，这个房子是在2023年4月份购买的，当时的成交价是$204.800万。女方要求分得1人1半，但在买房时首付$60万全是男方家出的，之后每月的房贷也是男方在还，而女方每月将自己的工资寄回中国父母，说是要还债。其次，女方提出离婚后要每月拿到$5000的赡养费。实际上，从2022年11月22日结婚到事发1月16日，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13个月，而且无子女。另外，据红星新闻报道，加州和美国大多数州一样，将谋杀罪名分为1级谋杀和2级谋杀2档，其中1级谋杀量刑为25年到终身监禁，2级谋杀量刑为15年到终身监禁。1级谋杀的定义是自愿发生和事先预谋杀人，其中事先预谋是衡量到底是否构成1级谋杀罪的核心指标。该媒体采访的一位律师认为，本案嫌疑人陈某完全符合1级谋杀的定义标准，因为他对妻子的谋杀完全是自愿，而且是有预谋的。但也有加州的陈少明律师，他不认为该案1级谋杀罪会成立。他说，1级谋杀罪是指有预谋，事先做了精心策划和准备，比如准备好了刀等谋杀用工具，准备好时间，准备好如何逃脱等等。而从陈立人在案发后的表现来看，他在屋里呆若木鸡，好像对这个结果他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，或者是难以接受。另外，本案最终量刑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在谋杀过程中是否存在折磨的情节。报道指出，从陈立人右手极度肿胀并且发紫的事实可以看出，他曾经拳打妻子，但是否属于折磨，则需要法官根据更详尽的调查来判定。如果嫌疑人最终被判定存在折磨情节，那么量刑就只有2种可能，第一就是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，第二就是死刑。虽然从实践上来讲，嫌疑人所在的加州已经10几年没执行过死刑了，但被判处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。此案发生以后，从法律、婚姻、移民、学霸等等方面热议不断。接下来我想谈谈我对该案件的一些看法。从陈立人一路的成长背景，比如高中就读于成都七中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校，好像是郭沫若先生的母校，后进入清华，后又出国留学 UCSD， 学业完成以后又进入了谷歌这样的大厂工作，可以说是在赞美声中长大的。他本人也很勤奋很努力，他太太也很优秀，有着和丈夫同样的校园和职场的背景。这一类人比在逆境里生活或生活磨难比较多的人来讲，显然应对挫折的能力是很有限的。当他们在面对婚变、家庭不美满时，他们的情商、处理事物的能力以及心理可能有很多严重的障碍，
导致做了令他们事后想起来也非常后悔的事情。对于在高科技公司工作所面对的压力，比如在单位工作不如意啊，把情绪带到家里，那么配偶之间如何相互扶持、相互安慰就非常重要。其中一方一定要学会倾听，因为很多时候对方发一些牢骚，尤其是跟工作有关的牢骚，他其实并不希望你帮他去解决问题，而是希望有人来倾听、来共情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数据显示，有 60%到70% 的成年人在整个人生过程当中有或多或少的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，一旦有了这些问题，要及时的去看心理医生。我们经常说，夫妻关系没处理好会引发一系列的悲剧。这个案件之所以引人注目，就是因为有清华的背景、留学的背景、骨骼的背景，以及住在豪宅的背景，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在中国人眼里，好像美国梦已成就了，已经是个美满家庭了，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呢？会觉得不可思议。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家庭，我认为和知识水平、收入没多大关系，而跟他对法律的了解、个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为人处事，我觉得跟这些可能关系更多一些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，也可以在留言区里留言。最后我想说，人生很长，有人会陪我们走到最后，但更多的人只是我们人生中的过客。在缘分已尽、分道扬镳的时候，要懂得放手，不仅可以成全对方，也是放过自己。对于这个杀妻案真正的杀人动机，我们还要等到法庭在庭审之后才有的最终定案。等有了具体的进一步消息，我会在之后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。好了，今天的杨解说就到这里了。您的关注、订阅和点赞是我制作更好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